注意看，眼前的韩国选手真是太狂了，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，竟然将中国选手的胳膊被掰骨折。随后不但没有任何道歉，还在媒体上发布对中国选手的嘲讽言论，喊话中国功夫就是垃圾。不过，这位被掰断胳膊的中国小将，正是咱们中华虎杨建平的师弟阎锡波。这一幕让杨建平内心十分的不痛快，直接冲上擂台，想要为师弟讨要说法。不过换来的却是对手的无理推搡，而且双方当场签下了生死状，准备大干一场。杨建平也放下狠话，如果自己输了这场比赛，更是会直接退出中国拳坛。那么小编也相信，中华虎杨建平肯定会用自己100%的实力教对手做人。想要在中国的擂台上撒泼耍横，必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那么咱们也是废话不多说，镜头一转，比赛也是正式开始。红色方是咱们的中华虎杨建平，蓝色方则是之前掰断阎锡波手臂的韩国狂人金立硕。两位选手在赛前更是签下了生死状。看来今天这场比赛势必是一场恶战。身为拼打型选手的两位，开局也是没有浪费时间去做试探，直接在内围开始了激烈的对抗。不过这个韩国选手也确实不好对付，因为他曾经还被韩国拳坛评选为10大最佳选手，这对于只擅长在地面摔跤的杨建平还是有很大的挑战性。有点被打到眼睛，带到地面，杨建平在上位，在上位了。那在下位的这个金立硕，用一个 cross guard， 封闭式的防守，把这个杨建平紧紧的锁住。那这时候杨建平可以做一些 GMP， 一个手肘的打击。这时候不要客气，手肘下击就对了。这个金立硕锁住杨建平的一条胳膊，使他这个无法采用其他动作。所以现在还没有跑的机会。当心三角手，当心三。看来今天的韩国选手真是不好对付，毕竟是韩国10大最佳选手。就算杨建平能够来到自己擅长的地面，也没有办法去完全控制对手。身处上把位的杨建平更是被牢牢锁死，此时也没办法做出什么大动作来转移，只能默默的等待机会。只要金立硕有一点泄力的时机，杨建平就会使出全力挣脱出来。三角手，三角脚，小心要当心，不要让他扣住。哎呦，进来了，差一点。那这个在下位的金立硕，只要做一些虾形，把角度做一个变换，就有可能锁到这个杨建平的颈部。现在有一点锁到颈部了。身为主场作战的杨建平，从一开局就被金立硕给限制，时间久了，更是让他内心的怒火爆发出来。只听大喊一声之后，更是将韩国选手给直挺挺的拔了起来，朝地上猛砸过之后，重拳也是朝着金立硕狠狠的猛砸。短时间内受到爆发重击的金立硕，更是吓得瘫在地上不肯动弹。被撑到，被撑到，好。但是位置并不太好，金立硕不慌不乱，在下位做防守。韩国选手就这样在地上蠕动着，整个人都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状态。不过虽然韩国选手这样的打法让人感到不适，裁判也没有阻拦。这就要看杨建平是如何化解僵局的。如果他贸然进入地面与韩国选手进行纠缠，那就相当于狼入虎口。毕竟杨建平最擅长的还是去找机会抱摔对手，在站立换拳也算得上是他的强项。都可以，都相当的漂亮。但是历史会重演吗？这也是比较难的事情。他不放弃仍然尝试越位阿斯卡看他用哪个方式来发进去了，又出来。阿斯卡目前还没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，因为金立硕的双脚一直挥动。现在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这回合杨建平也是调整好了心态，在站立上和对手进行不断的拉扯。不过在正面对抗，杨建平还是和对手有些差距，只能用自己的格斗技巧来消耗对手。不过这也让金立硕很是不痛快，一直在寻找机会，想在正面去打开杨建平的防守。如此拖延下去，韩国选手心态也开始发生爆炸，不够在杨建平这条如同鲶鱼一样的身法面前，依然没有任何头绪。来看一下，又侧踹，第3个侧踹。那看起来这个杨建平是要用力技解决金立硕。力技呢打倒金立硕不容易，但是可能会赢下对手，滑倒了。有些人会接腿摔或者是接着做动作。对，他没有这个抬腿预踢没有做一个接腿。对头的防守也不太好。对，其实站立的话，杨建平是可以站着发挥一下。但是总觉得不够过瘾。杨建平再一次找到机会，趁着对手着急出腿的那一刻，果断压了上去。这下子也不得不进入地面缠斗了。
但是从之前两人的表现来看，明显金立硕在地面的缠斗能力更强一些。不过目前身处上把位的杨建平并没有放弃机会，仍然在寻找机会，打算去挣脱控制来终结对手。所以呢，做不出动作来。当然了，对方体力也不行，可以打他。对，可以打杨建平可以抓住机会打他。现在2分多钟。终于这场比赛也是快要结束了，不过我们能看出来，双方拼死拼活的对抗并没有拉开太大的比分差距，这也让杨建平感到了前所有未的压力。于是他在剩下的时间里，更是将自己的出拳速度变慢，从而加快了自己的命中率。韩国选手也知道，如果这样消耗下去，那么必然是自己会被一点点给消耗，最终输掉比赛。两人也是调整状态，准备在最后时间里争取多拿到一些分数。好起来，还有最后20秒。杨建平没力了，最后一个动作，好小心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动作跟对方动作，要有防守动作，因为裁判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打昏。好，杨建平。最终比赛也是终于结束了，杨建平以微弱的点数成功的为师弟复仇，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那么你喜欢杨建平这位选手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